怎么回事？我不是正在桥中上市吗？那辆失控的卡车。妈的，装死是吧？起来干活！这里是90年代，我是个累死的小矿工。看什么看？欠收拾的狗东西！五哥别打，峰哥他发烧了，干不动了。干不动，干不动就给我滚！老子这里不留废物！身体太弱，硬拼必死，但物理学不会骗人。阿基米德说过，给我一个支点。你敢还手？赵黑虎，你的这些行为已经违反了这里的规矩。如果你执意如此，造成的后果谁也承担不起。准弄死你个小畜生！身上仙速只能维持30秒，这对身体太差了。住手！闹什么闹？矿长，这小子想造反。林峰是吧？既然有力气打架，看来病好了。明天给我下3号奖，完不成定额，扣光工资，滚蛋！大锤，我们得想办法活过明天。峰哥，吃点吧，暗藏的。前世哪怕是亲信，也可能背叛。这种纯粹的兄弟情，真是久违了。兄弟，谢谢。峰哥，你怎么了？头又疼了？好吵，像是有1万只苍蝇在脑子里叫。这是穿越的后遗症吗？能听见几百米外的声音。不仅仅是听见，我甚至能通过声音构建出画面。这难道是？老板，那批雷管真的不能再用了，都受潮了。废物，新的还没到。明天不是要把那个废弃的3号井封了吗？就把那些受潮的雷管用了，省得还要花钱销毁。可是，那个位置离主矿道只有1层岩壁，万一炸塌了，正好把下面那几个闹事的刺头埋了，保证矿难。一个人赔个2000块打发了，记住，要做得干净点。明白了，老板。那个叫林峰的小子，明天我就安排他去那个点。这根本不是简单的刁难，这是谋杀。赵黑虎，既然你想玩命，那我就陪你玩到底。峰哥，你嘀咕啥呢？大锤，明天听我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要紧跟着我，寸步不离。俺听哥的。林峰，今天给你个美差，去3号井底清理碎石，干完了给你们加鸡腿儿。走，大锤。岩层结构松散，含水量高。如果隔壁引爆雷管，冲击波会瞬间震碎这里的支撑点。那葛老板根本不懂地质结构，这不仅会埋人，甚至会引起连锁塌方。小林啊，别撬了，快干吧！黑虎今天盯着呢。不好，提前引爆了！跑，快跑！要塌了！啥？往上面的支互动跑，只有那里的三角结构能撑住。上了！
完了，这是断头路啊！峰哥，俺们是不是要死在这儿了？别哭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就一定会带你们出去的。大锤，省着点呼吸，我们的反击才刚刚开始。哎，没用的，这么厚的石头，外面听不见。俺家娃才3岁啊，俺觉得胸口闷，喘不上气了。别乱动，别说话，这里氧气有限，乱动只会让我们死得更快。大锤，用全力砸这个点儿。这里是以前留下的通风疏井，只是被薄土层封住了。那可是岩石啊，小林。你是不是缺氧糊涂了？想活命就听我的，大锤砸！师傅有救了！矿长，我也没想到这几个违规操作，把命搭进去了。要是死了人，上面插下来，差点憋死俺。阎王爷嫌我们命硬，不敢收。粉碎性骨折，得送市里大医院手术，押金至少3天。工伤，你们违规操作炸了矿井，老子没让你们赔钱就不错了。不给，那我就自己去拿。大锤，背上老张，我们去拿钱。峰哥，这是虎哥的厂子，咱们来，这不是送死吗？而且咱们只有5块钱。够了，买定离手。15点到。这小子行了，跟着他来！财神爷下凡了！又是这小子，还没完没了吗？大锤，拿钱带老张去医院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不行，俺不走，他们人多。赢了钱就想走，虎哥说了，留下手脚，钱可以带走。还记得我教你的发力技巧吗？腰马合一。大锤，左后方，手机。我看是你的拳头快，还是老子的枪快？峰哥小心，我来。赵黑虎，这里几十双眼睛看着，你敢开枪，这辈子就得在牢里过。你那个想往上爬的姐夫，会为了你毁了自己的前程吗？不如我们玩个更刺激的。你不是开赌场的吗？我们就赌一把大的。赌什么？就赌头，一把定胜负。如果我输了，钱留下，这条命随你处置。如果我赢了，你要放我们走，并且以后这座矿山我说了算。啊哈哈，有点胆色，老子就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来人，拿我的金头子来！
金属的声音我听得更清楚。我赢，你猜。这种老千手段在90年代确实好使，但在我的耳朵面前就是裸奔。一点，这头子要是立起来才是一点。你输定了。愿赌服输，钱我带走了。林峰，你有种，钱你拿走了，但只要你还在这矿上1天，就得听我安排。你想怎样？西边的废矿区，大家都说那里闹鬼，你去探探。要是挖不出墨，按照合同，我有权扣留你的人事档案和身份证，你永远别想离开这。峰哥，这地方邪乎，俺听见地下有哭声。那是地下暗河穿过溶洞的风声。这个密度不是煤，也不是铁。大锤就在这儿。哇，往下2米。这是黄铜，不是铜，是狗头金，天然金块。大锤，这东西能买下10个赵黑虎的命，但如果我们现在拿出去，赵黑虎会直接杀了我们灭口。大锤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既然赵黑虎想要钱，我就送他一份大礼。老板明天要来视察，妈的，账本做平了吗？那笔抚恤金我可是拿去买车了。放心吧，虎哥，都做成死账了。只是那个林峰，明天找个机会在废矿区制造点意外，把他埋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小伙子，没事吧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俺在废矿区捡的。俺哥说这是金子，怕被赵工头抢了，让俺藏好。赵黑虎说那是废矿。挖到煤了吗？没挖到就给我去死！你没挖到，但给虎哥你挖了个缝儿，不知道尺寸合不合适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给我打！住手！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小子偷懒，我教训他。秦总，赵工头逼我来这儿，说发现了好东西要私吞。我不过是个干活的，这金子还是交给您处理比较好。放屁！根本不知道，知情？你以为我无法分辨吗？私吞公款，现在还想私吞金矿？林峰，你赢我！老板，是他陷害我！赵黑虎，多行不义必自毙。那是你自己贪婪的声音，我只是帮大家听到了而已。查封他所有的账目，送派出所。小伙子，你很聪明，也很识时务。这块金子价值连城，你居然不心动？心动，但我更看重长远的发展。而且，我知道有些东西不该拿。这是5万块，算是你的奖金。另外，赵黑虎的位置空出来了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谢谢钱总。
钱我收下，位置就算了。好，这可是个肥差。矿山太小，装不下我的野心。峰哥，咱们真去省城啊？听说城里人精得很，咱们这点钱，5万块在现在是一笔巨款，但在未来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那咱们去干啥？先听。金融中心的发展正如火如荼，请大家注意财务安全，不要拥挤，谢谢合作。我们去捡钱，是把这个时代踩在脚下。峰哥，那个人盯着暗包看了3眼了。你这样反而是在告诉别人，我这里有钱。这个年代能穿得起这种进口面料风衣，还在看经济板块，身份不简单。大哥，看准了，那个傻大哥怀里肯定是硬货。那个穿风衣的看起来很有钱，他那表可不便宜。先搞哪个？一会儿过隧道，灯一灭，老三你去摸傻大个。去对付那女的，等会儿趁乱动手，把人带走，就说是家里闹别扭的亲戚。不光谋财，还想害命。前方即将通过长隧道，请注意。大锤。把包垫在屁股底下，不管发生什么，别站起来。啊？为啥？听话。小子，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这条道今天不通。谁？左手乙醚，右手匕首。我的手！放开大哥，弄死你！大锤，如果你不想你的钱被抢走，就给我站起来！谁敢抢俺的钱？谢谢你。刚才如果不是你，举手之劳。出门在外，财不露白，特别是你这种浑身写着“我是肥阳的大小姐”。你，我叫迟婉。不管你怎么说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迟氏建材总经理，建材，巧了，也许我们很快会再见。峰哥，这女的长得真俊，还是经理。俺们是不是攀上高枝了？大锤，记住，人脉不是靠攀附来的，是靠实力换来的。现在的我们，在他眼里只是路见不平的名义。等我们在省城站稳脚跟，这张名片才会有真正的价值。乖乖，这楼真高，这车真多。峰哥，咱们去哪儿住？大酒店吗？5万块看着多，做生意连个水漂都打不下，我们要省花。师傅，去城西找最便宜的旅馆或者出租房。小伙子，看你们也是外地来的。这房子以前是个小仓库，后来改的，只要200块1个月，怎么样？200？这么大一栋楼，峰哥，咱们赚了！大妈，这房子空了很久吧？也没多久，就是以前住这的人说，晚上总能听见女人哭，说是闹鬼。你们要是怕就算了。闹鬼？峰哥，咱们换个地儿吧。我他妈鬼啊！大锤，别丢人了。
这世上没鬼，只有科学。大妈，这房子我租了，不过我有条件，我要签3年长约，而且我有权对房屋进行改造装修。行，只要你不退租，随你怎么折腾。大锤，这就是我们的第1个基地。可是这鬼哭声，明天买2袋水泥把洞堵上。大锤，收拾一下，我们要在省城干一票大的了。这里马上就要拆迁，规划进高架桥了。这栋楼是唯一的，听见？也是未来的黄金旺铺。大锤，把那个生锈的排烟口封死，然后再把旁边脱落的瓦片砌成一个斜角导流槽。东哥，这就行了。女鬼不抓了，抓鬼是道士的事，我是建筑师。堵住这个风口，破坏它的共振频率，鬼自然就魂飞魄散了。化神了，真不哭了啊！这还是那个鬼屋吗？咋感觉比俺在电视里见过的皇宫还洋气？乖，这小伙子会法术吧？鬼没了，这破房子变得像画报里的一样。哎呦，早知道这房子能整成这样，我就不租那么便宜了。大妈，合同白纸黑字写着呢，租期内这房子归我支配，哪怕它变成了金卵店，也是我租来的。峰哥，房子是漂亮了，可咱们剩下的钱不多了，接下来咋整？设计公司靠的是作品说话，这栋楼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们得去一趟建材市场，把软装的尾货补齐。而且我算过时间，那里有一场好戏等着我们去唱主角。只是建材那边好像出事了，都在堵门要账呢。听说是有大老板要搞垮池家那个小娘们儿。果然开始了。你们经理，别说废话！今天不结清货款，我们就搬空你的仓库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还钱！各位，按照合同，结款期是下个月。现在是有人恶意造谣我们要倒闭，大家不要被利用了。我看你是想卷钱跑路，兄弟们冲进去搬东西！峰哥，那是火车上那个池经理，咱们帮不帮？陈总说了，只要把事情闹大，逼池婉签了转让协议，每人给2000辛苦费。原来是陈世美的手笔。大锤，干活了。光天化日，抢劫吗？是你？谁敢动俺峰哥的朋友？你谁呀？多管闲事！各位老板，您是来求财的，还是来求气的？搬空仓库，这些水泥瓷砖搬回去也是积压库存，能变现吗？那总比打水漂强。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不仅拿到货款，还能多赚2成利息，你们愿意听吗？各位，我知道大家手里都压着货，但现在逼死池总，你们1分钱现金流也拿不回去。别听他在这瞎忽悠，这小子就是池家找来的托儿，想骗咱们走。要是信了他的话，等死吧！赵光头，陈总答应给你的那2000块钱，比起你挪用公款的数额，恐怕远远不够多。你那个窟窿吧，如果你不想让你的老板知道你吃回扣的事，现在就带着你的人滚。行，算你狠！兄弟们，既然池经理有说法，我们明天再来。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还没请教林峰，这是我的合伙人王大锤。林先生，
你刚才说能解决货款问题，是真的有办法，还是只是为了帮我解围？石总，你的困境在于资金链断裂，因为银行断贷了。对，而你的上游供应商其实并不缺货，缺的是销路。没错，陈家在银行系统有人卡住了我的脖子。那就跳过银行。什么意思？让供应商把货赊给你，你以持市的信誉担保，3个月后结款，但价格上浮5%作为利息。同时，我帮你把积压的建材卖出去，卖给那些同样缺陷金弹及需赶工期的烂尾楼项目，用楼花抵账。啊，用楼花抵账？可是那些楼盘卖不出去啊。那是以前，如果经过我的设计改造，那些烂尾楼会变成抢手货。石总，有没有兴趣合作？我出技术和脑子，你出渠道和资金，我们成立一个新的部门，专门做不良资产盘活。林峰，欢迎加入池氏，不过我们要先签个对赌协议。林峰，那个火车上打架的民工，一只蚂蚁也想绊倒大象。既然池湾想挣扎，那就在即将开始的市地标建筑竞标会上，让他输得一无所有。这胡闹，简直是胡闹！池总，你让一个搬砖出身的毛头小子来当首席顾问，还要负责这次是地标经济大厦竞标。是啊，池总，这次竞标关乎公司生死存亡。陈氏集团请的可是香港的设计师，我们用这小子传出去，让人笑掉大牙。刘副总，陈氏集团封锁了我们所有的外部合作，除了林峰，没人敢接这个烫手山芋。你有更好的人选吗？那也不能乱来，除非他敢立军令状。怎么个立法？这次竞标如果拿不下第一，你不仅要滚蛋，还要赔偿公司所有的前期投入费用。刘叔，这些条件太苛刻了。可以，不过我也加一条，如果我拿下了标王，再做各位手中的股份，我要稀释5%作为我的技术入股。好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。那个位就准备好股权转让书吧。陈少，那小子接了，据说还立了军令状。张大师，这次的设计有把握吗？放心了，陈少，我这次用的是最流行的欧式古典主义，加罗马柱加金箔，绝对够气派。大陆这些土包子没见过的。很好，不过为了双保险，还得给评委们上点眼药。峰哥，俺听不懂啥是股权，但俺觉得那帮老头看不起你。大锤，在90年代，人们觉得有大圆顶、罗马柱就是高级，但在未来，那是暴发户的审美。我要做的是让这座城市提前20年看到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主义。大锤，去买泡面，接下来3天闭关了。这年和你的外墙太重，要用玻璃幕墙全当结合。峰哥，这房子咋是歪的？能站住吗？大锤，拿电风扇来，开最大档，对着吹。啊，这不吹散架了？如果是普通设计会散，它是顺应风的。第18层的连接点受力不均，风阻太大。大锤，给我胶水和刀片，这里要切掉3毫米，做一个导风槽。这不仅是一栋楼，更是一件精密的仪器。唉，这是什么怪东西？全是玻璃，夏天不得热死？唉，还有这形状，不方不正的，风水不好吧？不，刘叔，这很美。它像一艘即将起航的船，这就是你的底牌，世纪之帆。不仅是好看，双层呼吸式幕墙，冬暖夏凉，节能3成，这是技术上的碾压。哼，好不好看评委说了算。我听说这次评审团的组长是李局，那可是个老古板，最讨厌花里胡哨。全玻璃，这小子疯了。不过李局那边安排好了。安排好了，今晚的在金碧辉煌夜总会还是老规矩，很好。峰哥，咱们真要进去啊？这要是被抓住了……池湾给的情报，陈世美今晚在这里宴请评审团，明天的竞标是公开的，但结果今晚就定了。我们必须拿到证据，你在后门接应，如果有意外，制造点混乱。这次天际大厦的项目，还要仰仗您多关照，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。哎，小陈啊，要公正嘛，
不过你们那个欧式宫廷的设计确实大气，符合我们市的形象。听说池氏那边搞了个什么全玻璃的怪物？年轻人瞎搞，那种东西怎么能过审？放心，明天只要流程一走，这标就是你们的。对了，小陈，市里最近在强调环保和节能，上面发了红头文件，这次检查可要抓紧落实啊。虽然还没公开，但你们的方案里最好加几个这方面的词儿，做样子。明白，还是李局消息灵通。环保、节能。陈时美，你以为这是考题泄露？不，这正是我给你准备的死刑判决书。我的设计核心恰恰就是这个。既然评委看中这个未公开的政策，那明天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时代趋势。干什么的？俺来修下水道的。修下水道，穿保安服，跑！这供皇家天际，象征着我们市的尊贵与富饶。不错，大气，很有排面。完了，人家这才是主流啊！雷锋那破帆船死定了。各位评委，90年代的中国正在腾飞，我们需要展示给世界的，不是对西方古典的拙劣模仿，而是属于未来的自信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世纪之帆。刚才陈氏的方案，仅外墙装饰就要消耗3000吨石材，而我的方案采用双层呼吸式幕墙，它能利用自然风带走热量。据我所知，国家即将出台建筑节能减排的红头文件，我的设计能让整栋楼节能30%。这小子怎么知道红头文件的事？反对！他这是胡编乱造！什么红头文件，没公开就是没有！虽然还没公开，但在方案里加几个环保的词儿，做样子。这句话你还记得吗？林峰的方案符合环保国策，中标者于是建牌。好小子，敢赢我！时间飞逝，巨大的钢结构如同巨兽般拔地而起。林峰，照这个速度，年底就能封顶。预售证已经下来了，这栋楼让我们赚翻了。峰哥，咋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太顺了。陈时美那种睚眦必报的人，这几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不正常。陈少交代了，这一批钢筋全都换成4柄瘦身钢筋，明天混凝土一浇，神仙也看不出来。等楼盖高了，底层一塌。数4辆搅拌车轰鸣，准备进行核心承重柱的浇筑。开始浇筑。正常的钢筋承受压力时，只有沉闷的嗡嗡声。停下！马上停止浇筑，所有人撤离基坑。林总，你疯了！停一天要损失几10万，这钢筋都是合格的。大锤，快检查！林峰，出什么事了？停！这种脆断声是冷压扭钢筋，根本不是国标螺纹钢。报警，封锁现场，这是谋杀。他想玩阴的，那我就断了他的资金链，让他连买凶的钱都没有。林峰，这是属于你的50万分红，还有之前对赌协议赢来的股份，
现在你是公司的第2大股东了。哦，乖，50万，峰哥，咱们可以在省城买10套房了。买房太慢了，我要把这50万全部换成这个。30块一张纸，还不一定能中签买股票，这不就是骗钱的彩票吗？谁买谁傻子。我买认购证，买几张？全买，50万，16000多张。这人疯了吧？拿一套房的钱买废纸？林峰，你冷静点儿。我知道你想报复陈世美，但你不能拿身家性命去赌啊！这东西大家都说是骗局。吃完，你相信我的耳朵吗？这和耳朵有什么关系？我听到了资本狂欢的前奏。这不是废纸，这是通往亿万富翁俱乐部的门票。如果你信我，把你手里的流动资金也投进去。新闻播报：股市火爆，认购证一证难求。峰哥，有人出3000块一张收。不卖，让子弹再飞一会儿。陈世美，现在的我有资格做你的对手吗？池总，我就说那小子拿着分红跑路了吧？那是50万啊，够他逍遥一辈子了。也就你信他会去买废纸？俺峰哥才不会跑，他说了会回来带俺发财。发财？做梦去吧！峰哥，大锤还不来搬东西？办啥？这里是2000万现金，剩下的3000万在汇票里。池总，够不够把隔壁那栋写字楼买下来？你真的做到了？船长，不好了，只是那边林峰回来了。哼，回来就回来，一只蚂蚁还能翻天？他带回来5000万现金，现在直接把我们看中的那栋金座大厦买下来了，还更名为龙腾中心。5000万，他去抢银行了。他是那个神秘的上海股神。可恶，有了这笔钱，池氏就活了。别急，有钱不代表有地。下周的烂泥渡土地拍卖会，我要让他有钱花不出去。林峰，公司已经重组完成了，池氏建材并入龙腾集团，你占股51%，我是49%。现在你是真正的董事长了。这只是开始，接下来我们要进军坊地产。你是说市中心那块地王，陈家势在必得？不，我们要那块没人要的烂泥渡。林峰，你疯了吗？这里地势低洼，地基松软，光成本就是天价，而且周围全是贫民窟和化工厂，谁会来这儿买房？峰哥，这味儿太冲了，小臭鸡蛋！大锤，你说像臭鸡蛋，那是硫磺的味道。果然没听错，这里不仅是未来的 CBD， 地下还藏着一条顶级的富硒温泉脉。10万，如果我能把这片沼泽变成东方威尼斯，再把那些臭水变成皇家温泉，你会怎么看？温泉？这里怎么可能有温泉？那是火山地区才有的。相信我的耳朵，它比地质勘探队更准。而且我听到消息，市里规划要把化工厂搬迁，这里将成为新的行政中心。这块地现在是废土，明年就是黄金。陈少，确切消息，林峰那小子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，看上了烂泥渡那块破地。暴发户就是暴发户，有钱烧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既然他想要，那我就帮帮他。
在拍卖会上，我们要假装跟他抢，把价格抬上去，让他高位接盘，把他的5000万全套在这个泥坑里。我要让他楼还没盖起来，资金链就断裂。接下来是1号地块，是中心繁华地段，起拍价500万，1000万。下面是5号地块，位于城西烂泥渡，起拍价50万，50万，100万，200万，300万，太高了，这块地最多值100万。这块地我看好，以后能建别墅，500万，上钩了，600万，700万，800万，900万。那我就让你在悬崖边上跳舞。我出去上个厕所。不要了，归你了，陈少。900万1次，900万2次，900万3次，成交！恭喜陈氏集团派的烂泥渡地块。最后一块地是烂泥渡旁边的荒山，起拍价20万，20万，成交。林峰，你不是看中烂泥渡好好吗？怎么买了旁边的荒山？烂泥渡虽然大，但温泉的泉眼其实在这座荒山下面。陈时美花900万买了个臭水沟，而我们花20万买了一座聚宝盆。林峰，你那破山上全是石头，连草都不长，你以为是在挖石油吗？哈哈哈哈哈！20万买个石头山，脑子进水了吧？大锤，别理狗叫，深度多少了？林总，已经打到800米了，全是花岗岩，钻头都换了2个了。再打下去就是浪费钱啊！这里不可能有水。换金刚石钻头，往左偏3度，继续打，只差最后10米。林总，这打，出的事我负责。出水了，是热水，真的是热水！峰哥，这水烫手。陈少，那是温泉。省城怎么会有温泉？那是一座金山呐！结果出来了，是极品富硒温泉，估值至少5个亿。5个亿只是资源价值，我要把它变成50亿的商业帝国。发通告，龙腾集团将打造皇家温泉度假村。至于陈时美，她现在应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吧？烂泥渡的地质检测报告出来了，下面全是淤泥。打桩深度要是普通地基的3倍，加上900万的拿地成本，我们没钱开发了。没钱就去借，去贷款。可是银行听说旁边出了温泉，都只愿意给林峰贷款。大家都说我们的地是臭水沟，林峰的地是聚宝盆。我要让他那温泉流不到，我也流不出去。找人去断他的路，断他的电。我们不卖早票，我们卖生活方式。每一栋别墅都要有私家汤池入户。可是林峰，开发这么大规模的度假村，启动资金至少2个亿。我们刚买了楼，账上没钱了。谁说盖楼要用自己的钱？买会籍，发行龙腾至尊卡，一张卡售价20万，拥有别墅的优先选房权和终身免费温泉权，限量500张。楼还没盖就先收钱，这合法吗？这叫预售，在未来是常态。相信我。只要温泉还在喷，这卡大家抢着要。这不仅仅是一张卡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是健康的承诺。我要2张，给我来5张。峰哥，一下午收了1个亿，俺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零。林峰，你有钱又怎么样？路是我的，我不让你过，你的别墅一块砖都运不进去。陈少，你这是何必呢？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老子乐意，除非你求我。如果我没听错，
应该是银行催命的电话吧？今天是最后的还款日。陈世美，你的贷款逾期了，今天不还钱，法院明天就查封你所有的资产，包括烂泥渡。如果你的地被查封了，你那900万就真的打水漂了。不如我们谈个生意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合作。你会好心带我赚钱。烂泥渡虽然地基差，但面积大。我的荒山虽然有温泉，但平地少，建不了太多配套设施。我把温泉水引到你的烂泥渡，你可以以此为噱头，开发高层公寓，蹭我的热度。这样你的地就值钱了，银行也不会逼你。真的？你要多少股份？我不要股份，我要你负责修建连接两地的所有道路、管网、变电站，并且以后你每用1吨温泉水，都要向我支付高昂的资源费，而且阀门控制全在我手里。你这是把我当打工仔，让我出钱修路，还得给你交水费，这是吸我的血。你也可以拒绝，然后明天看着陈氏集团破产清算，你去睡大街。算你狠，这笔账我记下了。真有你的，让仇人帮我们修路，还得求着我们卖水给他。这就是商业，没有永远的敌人，只有永远的利益。而且陈师妹以为饮了温泉就能翻身。温泉水是有保质期的，我在合同里埋了个雷，等到他的楼盘盖好准备开盘那天，才是他真正的死期。峰哥，别墅去封顶了。还有那个省里的考察团明天要来，听说有个大领导对咱们的新中市很感兴趣。省里的考察团，看来我们的影响力已经不仅限于商业了。那个林峰被警察清楚了吗？查不清，太干净了。但他对政策的把握准得可怕，上面有人怀疑我有内部消息，不是怀疑我的能力超出了常人。大锤，明天的接待，把我们安保等级提到最高。我有预感，新的风暴要来了。各位，虽然隔壁也有温泉，但我们的价格只有他们的1半。而且我们已经打通了管道，户户直通温泉水。要买，一定要买！那个阀门改造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陈少，我们在管道中间加了混合气，1吨温泉水对10吨自来水，烧热了谁也喝不出来。林峰那个傻子还以为我们真会按表交费呢。峰哥，那姓陈的抢了咱们好多生意，他卖的太便宜了。而且根据流量表显示，他那边用水量很少，我怀疑他在偷工减料。不用怀疑，我听到了。哟，林总来取经，晚了，房子卖光了。陈少，你这温泉水听起来不太对啊。笑话，水还能听出来？这个温泉水富含矿物质，密度大，流过管道的声音是沉闷的。而你这里的流水声清脆急促。大锤，砸开那根柱子！你敢？保安！陈世美，你卖的不是温泉，是烧开的自来水，这属于商业诈骗。骗子，打死这个奸商！林峰，你不得好死啊！唉，这一仗打得漂亮，陈氏的信誉破产了，资金链也彻底断了。还没完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。陈世美手里还有最后一张牌。什么牌？烂泥渡的地皮。那是他最后的资产，他现在一定会急着低价抛售回笼资金，或者抵押给地下钱庄。表哥，这块地我抵押给你，借我2000万，我要翻本，我要去股市翻本。陈少，你那块地现在就是烂摊子，名声臭了，最多500万。500万！我买的时候花了900万，加上修路我都投了1000多万了。还要不要？好，500万就500万，但我有个条件，你要帮我做掉林峰。买凶杀人，陈世美，你这是自寻死路。峰哥，咋了？大锤，通知迟万，
立刻联系税务局和经侦支队。啊！报警抓杀手吗？不，抓杀手是治标，我要治本。陈世美刚才那笔500万的借款，走的是地下黑账，他偷逃巨额税款，并挪用资金，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陈世美，你涉嫌巨额税务诈骗和非法集资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有钱，我刚借的钱。陈少，别挣扎，你的那些假账，在你昨天半夜烧毁之前，我已经帮你在脑子里被粉。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昨晚烧账本？因为天在看，我在听。林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一个你不该惹的建筑工人。法院即将拍卖陈氏在烂泥渡的项目和地皮，全盘吃下。采用新的融资方案，接手那些未完工的建筑，将其转为我们的新项目，利用我们的信誉进行预售。我要让烂泥渡这3个字消失，以后这里只有龙腾新城。至此，林峰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，身价过亿，成为省城最年轻的商业大亨。林峰，现在省里的领导都把你当财神爷，我们接下来是继续拿地吗？房地产的黄金时代虽然刚开始，但太慢了。我们半年赚了1个亿还慢。对于即将到来的那场风暴来说，这还不够。大锤，收拾行李，我们要搬家了。峰哥，这好好的大老板不当，去上海干啥？听说那里人精更多啊，因为那里有真正的钱味儿。1327，这3个数字将是无数人的噩梦，也是我们登顶的阶梯。前世的记忆里，这是一场绞肉机般的金融战役。既然我来了，我就要在这场战役里切下最大的一块蛋糕。林峰，答应我，如果在上海输了，就回来，这里永远是你的退路。放心，我这次去不是去赌博，是去提款。等我回来，我就不仅是省城的首富，而是全国的首富。上海滩，我林峰来了。这上海就是不一样，人走路都带风。咱们去哪儿？找工地吗？大锤，把你的安全帽扔了，在这里我们不搬砖，我们搬金山。去万国证券营业部。我要开个大户室。大户室，门槛100万，你有吗？我看你们像刚到这里的打零工的，别捣乱。验资5000万。您这边请，专属通道直达。哟，来了个生面孔，听口音是外地来的。现在的煤老板真有钱，懂什么是 K 线吗？别进来就是送人头的。小伙子，这屋子里的椅子烫屁股，没有真本事坐不稳。我看你还是去散户厅吧，那里热闹。椅子烫不烫，坐了才知道。倒是魏爷，您手里的那一只眼中实业，庄家正在出货，您还不跑？笑话！我有内幕消息，这股还要长平，你懂个屁！这怎么可能？庄家出货前的拉升叫有多余，这种心跳加速的虚假繁荣，我隔着屏幕都听到了。上次那是你运气好，瞎猫碰上死耗子。今天这盘面诡异的很，
敢不敢露一手？没兴趣表演，我是来赚钱的。老板指令，启动暗号333，先打压股价吸筹，10分钟后拉升。收到，开始挂单。先跌后涨，典型的庄家吸筹手法。目标股票是根据刚才的案件唯一声音是代码600，真空电子。大锤，全仓买入真空电子，现价吃进。峰哥，这股正在跌啊！买。魏爷，你看这傻小子接飞刀呢，这股明显要崩盘。哼，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我们做空。峰哥，10分钟赚了300万！魏爷，看来内幕消息有时候不如键盘声好听。以后这大护士，我可以做 C 位了吗？林先生，您的战绩真是神了。最近国债期货市场很火，那个代号327号的品种，您有没有兴趣？终于来了，现在的行情怎么样？现在全市场都在做空，带头的是辽国发和万国证券的管总。大家都认为财政部不会贴息，通胀率在下降，国债价格必跌。必跌？那可未必。这次跟着关总做空，那是捡钱呐！我也押上了全部身家。林老弟，这次你总该顺势了吧？我做多。什么？你疯了！你要跟全中国的金融大鳄对着干？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把我不动产抵押的资金加上这几个月赚的，一共2个亿，全仓开多单。贴息率不是12%，而是14.85%。那份足以改变中国金融史的公告已经在传真机里了。跌了！林峰，你玩了，你那2个亿马上就要爆仓了。是不是赌太大了？别急，让子弹飞呀！来了，攻的时候到了。财政部决定对327国债进行贴息，票面利率上调至14.85%。完了，贴息了，真的贴息了，爆仓了。 2个亿的本金，10倍杠杆，每张1块钱就是2000万。现在涨了5块，也就是1个亿。峰哥，俺不行了，心跳太快了。关总，亏损已经超过60亿了，如果在收盘前不能把价格打下来，公司就破产了。我不能输，我绝不能输！把所有的筹码都拿出来，不管合不合规，给我砸！哪怕是虚开仓单，也要把价格砸下去。最后8分钟，我要让它从涨停变成跌停。变了，哈哈，逆转发生了。林峰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峰哥，咋回事？怎么突然绿了？咱们的利润在缩水。这不是反攻，这是作弊，这是空方最后的疯狂。别动，不紧不卖，把刚才赚的浮盈全部加仓。峰哥还在跌啊！因为我知道这最后的8分钟交易是违规的，今晚交所就会宣布这8分钟交易无效。现在的跌是上帝送给我们的捡钱机会。林峰，你最后加仓死定了！虽然我亏了，但你也别想赚。对，回家看新闻联播吧，明早你会知道什么叫无效交易。大锤，走。最后8分钟的抛单涉嫌违规，该时段交易无效，收盘价以16时22分的价格为准。无效？那按之前的价格算，
按之前的最高价算，我们的利润锁定在了20亿。多少？20亿。这个年代，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现金之王。林总，我曾操盘过上亿美元的项目，对美股有深刻研究，在资金调度、风险控制上都有成熟的策略。你在撒谎，你只是华尔街的后台分析员，根本没操盘过。而且你上一份工作是因为挪用公款被开除的。你调查我？林峰，你这面试比测谎仪还准。吃完，20亿看着多，但在即将到来的国际资本面前，只是小钱。我要组建一支不仅懂金融，还要懂人性的团队。你是指？我要做天使投资，去寻找那些现在还在吃泡面、住地下室，但未来能改变世界的疯子。魏爷，股市有风险，这钱拿去养老吧。林生，你是财神爷转世啊！我为某人服了。准备一下，我要去见2个人，一个姓马的英语老师，一个姓马的程序员。这2人有什么特别的吗？没什么特别，只是未来20年他们会统治中国互联网。峰哥，咱们身家几十亿，来这种破地方干啥？这里真有大项目。最伟大的梦想，往往诞生在最简陋的车库和民房里。老板，疯了！把房子卖了搞那个什么黄页，谁会用这200万亿投资我的未来？美国已经开始了，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时代。你们是推销保险的？我们没钱。不，我是来送钱的。我听说你要做中国的互联网。你要投资，可是我被拒绝了30次了。我给你500万美元。你要多少股份？如果还要控股，那免谈。我有我的控制权底线。这就是未来首富的气质，哪怕现在一无所有，灵魂也是巨人的。我只要2成，不干涉经营，投票全归你。钱马上到账。林先生，知音啊！峰哥，500万美元啊，换成人民币4000多万，就给那个瘦猴了。他那画的大饼能吃吗？大锤，这笔投资未来会变成1000亿。啥？1000亿？那回去给他磕个头。欺人太甚！一个暴发户，敢动我们陈家的人。老二，别冲动。这个林峰现在气候已成，手握几十亿现金，在上海金融圈呼风唤雨，硬碰硬不明智。天阳，爷爷放心，我会让他知道土财主和金融家之间的差距。我要让他把吞进去的钱连本带利吐出来。这就是那位有名的林先生吗？看起来挺古雅的。陈先生，这里是中国，请讲中文。哼，抱歉，习惯了。在华尔街，我们只讲效率和美元。我是陈天养，陈石美的堂弟。你是来替他在牢里占个座位的？不，我是来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金融。是，听说你靠运气的听力赚了不少，但在资本运作面前，运气一文不值。林总，龙腾集团的银行贷款明天就会停掉。这只是见面礼。陈家在银行系统根深蒂固，如果断贷，我们的现金流会很紧张。别急，让我在这些嘈杂的谎言中听听他的真话。爷爷放心，林峰就是个土包子。我已经联合了3家银行断贷，只要龙腾资金链一断，我就能低价收购他们的地皮。必须拿下！我们家族在海南那边的地产亏空，必须用龙腾的优质资产来填坑，否则斗不住了。原来如此，陈家不是来报仇的，是来世人来补血的。陈博士，刚才你说要叫我金融，怎么林总想求饶？填坑只会把自己埋进去，比如海南的坑。明天股市开盘见。林总，3家合作银行同时发函，要求提前海贷。
供应商也收到风声，要求现金结款，我们的流动资金撑不过1周。这是连环计，陈天阳想逼死我们，然后通过破产清算吞并龙腾的资产。他攻我的实业，我就打他的资本。大锤，通知天元资本所有操盘手立即战备。林总，金华地产是老牌蓝筹股，市值500亿，陈家控股60%。我们要撬动它，至少需要100亿资金，而且容易被反杀。谁说我要硬撬？陈天养为了收购我们，正在大量抽调金华地产的现金流。现在的金华地产就是一个外强中干的空壳，我要做空它。陈少，林峰那边没有抛售资产回笼资金，反而在股市上建立了大量的金华的占空单。那是我们陈家的大本营，他也敢碰。既然他找死，那就成全他。动用家族储备金，拉升股价，逼他爆仓。我要让他两头皆输。李峰，你的钱快烧完了吗？和我比底蕴，你还嫩了点。快，把海南那个烂尾项目的账目做平。抓到了，挪用公款，财务造假。大锤，把我们准备好的黑料放出去，不是给媒体，是直接发给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。几封匿名举报信附带详细的资金流向证据，被送到了监管案头。金华地产涉嫌巨额财务造假，监管部门介入调查。怎么回事？谁泄露的消息？陈少，股价跌停了，银行要强平我们的质押盘，补仓，快补仓！跌停了，我们做空的利润翻倍了，而且陈家现在自顾不暇，根本没精力断我们的贷了。陈家根基深厚，这只是皮外伤。大锤，发公告，龙腾集团因资金链断裂，准备打包出售核心资产。什么？你要认输？陈天养这种人极度自负，他现在输红了眼，只要看到我有弱点儿，他就会像赌徒一样，把最后的筹码压上来。陈少，好消息！林峰撑不住了，龙腾发公告要卖地了。看来他在股市做空虽然赚了点，但实业那边真的断粮了。我就知道他是强弩之末。快联系地下钱庄，还有海外信托，我要借钱。只要吞下龙腾的地，填上海南的坑，我就能翻盘。贪婪是最好的诱饵。当他借来高利贷，买下我这早已转移了核心价值的空壳公司时，就是京城陈家伤筋动骨的一天。林总承让了，虽然是个空壳，但加上龙腾的地皮，足够填补我们陈家的窟窿了。这20亿收购款是你这辈子的买断费。陈博士果然爽快，20亿现金一分不少，拿着钱去养老吧。上海滩以后姓陈。林峰，真的卖了，那可是我们的心血。卖的是资产包，但我把核心团队和品牌留下了。大锤，通知天元资本，20亿现金到账，加上之前的利润，总共50亿。现在的股价是白菜价，给我买，买到举牌，买到控股。陈少，不对劲儿！金华地产的股票有人在疯狂抢筹，股价封死涨停了。慌什么？那是利好消息刺激的，说明市场看好我们收购龙腾。不是散户，是单一账户举牌，对方已经持股超过5%、10%、20%了。谁有这么多现金？陈天养用高利贷买我的资产，我就用他的钱买他的命。林总，持股比例达到50亿，我们已经是金华地产的绝对控股股东了。很好，准备车去金华地产总部，我要去开个家庭会议。林峰，他哪来的钱？我的钱！他用我的钱收购了我的公司。天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
为什么公司的大股东变成了外人？这是恶意收购，我们可以启动读完计划。读完计划，陈博士，你已经没有权限启动了。林峰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这是陈家的公司。根据公司法，我现在持有51%的股份。从今天起，这里兴林。律师宣读罢免决议。鉴于陈天养先生涉嫌职务侵占、挪用公款以及重大决策失误，导致公司巨额亏损，董事会决议罢免其总经理职务，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你还血喷人！我没有挪用公款。你把资金从上市公司账面转出，通过新加坡的空壳公司买回自家股票，抬高价格，收益入了你的私募基金。畜生！你竟然把家族的基业拿去赌！陈博士，你的高利贷马上到期了，现在你失去了公司控制权，也没法挪用公款还债。你猜表哥会怎么对你？陈少，钱呢？我被骗了，再给我几天。兄弟们，带走！陈天养，你涉嫌挪用资金罪，跟我们走一趟。林峰，我们赢了！陈家在上海的势力被连根拔起，资产并入龙腾后，我们的市值已经突破100亿。陈家只是内忧，真正的外患来了。1997年7月，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，泰铢崩盘，索罗斯等国际炒家横扫东南亚。好可怕的金融海啸！幸好我们在国内，应该没事吧？他们的胃口很大，吃完了东南亚，下一个目标就是香港，那里是东方的金融心脏。也是我们国家的对外窗口。如果香港到了，这把火会烧进内地。吃完，我要去香港。你去那里干什么？那里现在是风暴中心，随时会粉身碎骨。唇亡齿寒，而且我听到了，索罗斯已经集结了1000亿美金，准备做空恒指。
这是一场国运之战，作为既得利益者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当然，这也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我要在那些强盗身上狠狠咬下一块肉。公司这边我会守好，你自己小心。峰哥，这次带啥去？还是现金？上所有的流动资金，还有联系我在华尔街挖的那几个操盘手。这一次，我们不是去赚钱，是去打仗。峰哥，这楼比上海的还密，就是感觉这儿的人脸都拉得老长，跟欠了钱似的。因为他们的财富正在蒸发。李公已经在半山豪宅等您了，商会的人都在。林先生，感谢你仗义援手。现在国际炒家索罗斯疯狂抛售港币，股市汇市双杀，我们快顶不住了。现在的局势如何？我们准备明天在7500点组织一道防线，集结了商会所有的流动资金，大概500亿。长短长，摩斯密码。好家伙，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爆！林先生，你怎么看？明天这7500点能不能守？李公，恕我直言，守？拿什么守？索罗斯手里可是1000亿美金。我这次来只带了20亿，我是来赚钱的，不是来送死的。如果明天跌破7500，我不仅不买，我还要顺势做空。林先生，你这是落井下石！林峰，我看错你了，送客。林先生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慢走不送。陈秘书替我转告你的，明天我会给他一个大惊喜。喂，老板，情报有变，那个林峰是来投机的，商会内部已经忙完，明天7500点。林先生好演技，那个陈秘书已经被我的人监控起来了，现在怎么做？李公将计就计，明天他在7500点肯定会集中火力猛攻，以为那是我们的死穴。我们撤掉7500点的所有买单。什么？撤单？那恒指会崩盘的。让他砸穿7500，让他以为我们要完了，引诱他把所有的空单筹码都压上来。我们在7000点布下一个口袋阵，到时候国家队、商会资金还有我的资金，三方合力关门打狗。你是说
林峰和李家决裂了？千真万确，李家现在人心惶惶，资金根本没到位，明天7500点就是一层窗户纸。好，明天开盘，给我狠狠的砸，把香港变成提款机。峰哥，咱们真要等跌到底再买，万一收不住咋办？大锤，相信国运，我们背后站着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巨人。9点30分，开战。继续加注，把所有空单都抛出去，打到6000点。就是现在！全部资金市价买入，给我往死里拉！绝望的深渊中，一道火光冲天而起。就在恒指跌破7100点的瞬间，一股无法计算的庞大买盘突然涌入，几十亿、几百亿、上千亿。那些正在疯狂做空的空头们瞬间傻眼了，他们的卖单像泥牛入海，瞬间被吞噬。有大资金入场，是超级主力，成了，指数拉起来了，7200、7300。怎么回事？谁在买？李家没这么多钱。啊 ，boss， 买盘太大了，我们抛多少他们吃多少，像是无底洞。情报有误，那是陷阱！快平仓，快跑！晚了，在急速上涨的行情中，空头想要平仓就必须买入，但这反而推高了股价，形成了避险机。想跑，门都没有。我们要做的不是击退，是歼灭。继续扫货，把所有的蓝筹股都封死长停。我要让他们的1000亿美金今天全部留在这里当过路费。哇哦，峰哥涨疯了，咱们赚翻了！终于还是保住了。10里8外的东西带下去，按家法处置。林峰，新闻说了，恒指单日反转1000点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他们自己的欲望毁了他们。不过，真正的决战还在后面。索罗斯不会善罢甘休，今天只是断了他一只手，下次
他会集结整个华尔街来拼命。而且，我听到了，更强大的援军正在赶来的路上。林先生，情况不对，他们在抛售港币，银行同业拆息标升到了300%。这是双重猎杀，抛售港币逼迫利率上涨，股市就会因为流动性枯竭而暴跌。他们在期货市场上早已布下了天量的空单。他们的目标不是把股市打下去，而是让结算日的指数低于他们的做空成本线。我们要让香港变成废墟，全力做空期指。只要熬过8月28日，这几千亿财富就是我们的。老板，有消息称，内地政府已经调集外汇储备支持香港了。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把我们在美股套现的所有资金全部转入香港期货账户。峰哥，这可是咱们全部家底啊！要是输了，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。这场仗，输了就是倾家荡产，赢了就是富可敌国。做好了，专线被切断了，我们无法下单了。大锤，去配电房和网络机房。你们搞鬼！完了，这时候断网，几秒钟就是几亿的上下。刚修好，我们都爆仓了。闭嘴！我听得见恐惧的味道。打开备用电话线，接通场内交易员。可是电话只能报单，我们看不到 K 线图，不知道现在的价格走势啊！盲目下单是自杀。我就是 K 线图。那是恐慌性抛盘，在等急跌。跌，有多少跌多少。这是国家队入场的信号，那是强力支撑。现在恒指7800点，正在急速下探。听我指令，全仓买入，价格挂7750，买入，挂7750。平仓，反手做空，现在是7850啊！快，那一波买盘力竭了。断峰哥的财路，弄死你！
这怎么可能？林总，您的耳朵是连着交易所的主机吗？怎么回事？他们不是断网了吗？为什么还能精准阻击我们的攻势？老板，不仅仅是他们，有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进场了。结束了。输了，我们输给了东方。这一战，国际炒家铩羽而归，香港金融保卫战胜利。林先生，你是香港的恩人，以后在香港，林家就是李家最好的盟友。林哥，出事了！师姐的电话。别回来！林总，恭喜你在香港发了大财呀！陈家主，我的两个孙子，一个坐牢，一个发疯。这笔账我们陈家还没忘。把你所有的钱都吐出来！哼！你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我要你们陈家满门陪葬！大锤被击，回国。别瞪我！要怪就怪你的男人，他在那场商战中把我们家族投入的500亿资本全部吞没了。现在陈家破产了，老二坐牢，老三疯了，我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。林先生，绑匪非常狡猾，没有提出具体的交易地点，只要求你准备100亿现金，随时等电话。建议您不要轻举妄动，
技术团队正在分析相关数据。100亿现金，卡车都拉不完。他根本没想要钱，他只想我也尝尝家破人亡的滋味。幸好追踪太慢了，我有更快的办法。钱准备好了吗？林峰，我知道你报警了。没用的，只要我看到一个警察，我就先切你女人一根手指。目标在城东钢铁厂3号车间。啊！你怎么知道？陈家主以前是搞钢铁起家的，那是他的老巢。我不希望看到警笛声惊动他。你们在外围包围，没有我的信号，不许突进。这太危险了！你只是个商人，在成为商人之前，我是在矿山里和燕王抢命的矿工。峰哥，好久没打架了，手有点痒。大锤，这次不是打架，是杀人计。记住，我们面对的是亡命徒。走，前进去。不吸声，心跳声，狗的喘息声。这里布满了板垒和陷阱，跟着我的脚印走，一步都别错。听说那个林峰很有钱，干完这一票，咱们也能分不少。那小妞长得也不错。你们没机会分钱了。硬冲吗？硬冲，迟晚会有危险。我去切断电源，灯灭的一瞬间，你负责正面吸引火力，我负责收割。懂了。
停电了。他在哪儿？看不到他！谁呀你？别过来，林峰！我知道是你，你敢进来我就开枪！陈老，我来了。放了他，我和你玩。玩？我不和你玩，我要你死！给我跪下！否则我现在就打死他！来不及冲过去。林峰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林先生身体底子真好，都是皮外伤，没伤到筋骨，休息几天就行。公司那边怎么样了？都乱套了，你失踪的消息传出去，股价波动很大。还有陈家那边，陈家这次涉嫌绑架、非法持枪、巨额洗钱，他们完了。陈某，根据我们掌握的线索，你在香港金融市场亏空后，利用地下钱庄洗钱，并策划了绑架案。现在证据确凿。成王败寇，我只后悔当年没在那个小矿工还是蚂蚁的时候捏死他。你错了，林峰交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绑架的证据，还有你们陈家这20年来所有的商业犯罪记录。你们家族的根烂透了。峰哥，陈家那个老头全招了。听说陈家在京城的靠山也急着撇清关系，
是没人救得了他们。大锤，以前我们在矿山，头上是压抑的岩石，后来进了城，头上是别人的大楼。现在，我们要把这个天全都铺上。啊，峰哥，你要上天啊？差不多。我要建一座楼，一座让世界都能仰视的楼。特大商业犯罪集团陈氏家族今日被提起公诉，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元。陈家的事翻篇了，龙腾吞并了陈家在全国的优质地块，现在我们的土地储备是全国第一。林总，那我们是不是该稳一稳，消化一下这些资产？我们要建一个新的总部，名字我已经想好了，龙腾中心。建个总部，没问题，30层、50层，没问题，30层、50层，是在100层。我要它成为世界第一高楼。林总，100层，那高度得超过450米。咱们国内的技术，抗风、抗震、地基，全是难题啊！而且造价至少几十亿。林峰，这会不会太冒进了？各位，90年代即将结束，千禧年就要来了，我们要给这个新时代一座地标。技术问题我来解决，资金问题不用担心。这座楼不仅是龙腾的总部，更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图腾。我要让华尔街、伦敦、东京的人，哪怕隔着大洋，也能听到龙腾崛起的声音。注解：螺旋上升，龙鳞护体。龙腾集团正式宣布启动龙腾中新细化，高度632米。林先生，据我所知，目前只有美国有能力建造这种超级摩天楼。你们中国的建筑技术能保证它不被台风吹倒吗？这位记者，你听过竹子被风吹断的声音吗？竹子柔韧，遇风则弯，风过则直。这是龙脊机设计，螺旋上升的曲面能将台风的风荷再减少24个百分点。这不是对抗自然，而是与风共舞。那人指使论没有经过风洞测试，谁敢保证？林总，打不下去了！地下100米处有硬岩层，震动太大，周围的地铁线受不了。
岩层的共振频率是35赫兹，调整打桩机频率，避开35赫兹，用旋挖钻机从岩层裂缝切入。裂缝我们仪器没测出来啊。信我，就在偏南2米的位置。神了，真有裂缝！这不仅保护了地铁，工期还能缩短一半。机器只能看到数据，但我能听到大地的脉搏。林峰，我们真的做到了。迟婉，还记得当年在矿山吗？那时候我觉得活着就是最大的奢望。现在，我要在这个顶端，给你一个全世界最盛大的婚礼。婚礼就在封典的那一天，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，你是我林峰的妻子。将于今晚登陆中心风力16级，这将是本市50年来遭遇的最强台风。林峰，虽然我们设计上有抗风能力，但这台风来得太猛了，外界都在等着看笑话，说我们的玻璃幕墙会被吹飞。他们不懂空气动力学，也不懂我设计的定海神针。峰哥，俺觉得楼在晃啊，咱们不会塌吧？这是龙的心跳，它在和台风博弈。只要它再动，这栋楼就倒不了。奇迹，这是建筑学的奇迹，它战胜了16级台风，几十层高的龙腾中心毫发无损，在阳光下像钻石一样闪耀。林峰，我们成功了！现在全世界的建筑事务所都在发函，想学习你的设计理念。楼盖得再高，也只是物理上的高度。吃完，我们该去攀登科技的高峰了。林先生，您从一个矿工到金融巨额，再到建造世界第1高楼，西方媒体称您为东方的神秘巫师。请问您的成功秘诀是什么？不是巫术，是听觉。听觉？我听得见时代的脉搏。当别人听到噪音时，我听到了机遇；当别人听到恐惧时，我听到了希望。这栋楼不是为了炫富，而是为了告诉世界，中国人的脊梁是压不弯的。
俺峰哥上美国杂志了，俺哥是世界名人了。林总，您要造芯片，这可是无底洞啊！隔行如隔山，而且现在国外的芯片很便宜，我们直接买不就行了？如果有一天人家不卖了，如果有一天人家卡住我们的脖子，让我们所有的电脑、手机都变成废铁了；如果有一天人家不卖了，如果有一天人家卡住我们的脖子，让我们所有的电脑、手机都变成废铁呢？作为大股东，我行使一票通过权，初期投入100亿。主要工业部门已连续第3个季度停止，我们对未来的展望仍然充满不确定性。是的遗憾，这一世我要亲手弥补。我有钱，我有时间，我还有能听到微观世界的耳朵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中国芯提前20年领跑世界。没钱买镜头，光源也不稳定，这项目怕是要下马了。老师，要不我们去外企吧？那里工资高。走了，谁来造中国的光刻机？厉教授，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。龙腾集团决定全额赞助您的项目。林总，您是搞房地产的，怎么会对我们这些冷板凳感兴趣？这东西10年内都未必能盈利。我不求盈利，我求的是尊严。这卡里有10亿，不够再找我拿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把这台机器造出来。不行，那米级的误差，仪器测不准，震动太大了。开机。第3组透镜，左偏了0.5微米。第5组4伏电机有微颤，螺丝松了半圈。对准了，精度完美。林总，你是什么？我只是听觉比较敏感，
这就是未来的心脏。林峰，你这几天比以前更累了，芯片真的那么重要吗？10万，房地产能让一个国家变富，但只有科技能让一个国家变强。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历史使命，地基打好了，大楼盖好了，未来的种子也种下了。接下来该兑现我对你的承诺了。婚礼。这条路修得真好，全是柏油路。当年咱们逃出来的时候，那可是深一脚浅一脚的泥坑啊！路通了，人心就活了。咱们真要回去看？那地方全是苦日子，有啥好看的？因为那里是我们重生的地方。如果不回去看看，就像风筝断了线，飞得再高也不踏实。当年啊，这底下要塌了，多亏了一个叫林峰的小伙子，听见了风声，救了大家的命。老张叔，大锤、小林，你们是大老板了，咋回来了？嘿嘿，老张，这里的开销够吗？够，太够了！龙腾集团每年汇那么多钱，咱们这现在是十里八乡最好的学校。这里以前挖的是煤，是黑色的，以后这里要挖的是人才，是希望。大锤，还记得那个狗头金吗？记得，那是咱们的第一桶金。其实，比金子更珍贵的是那一刻我们决定不认命的勇气。赵黑虎死，陈实没倒，索罗斯败了。我们赢了，不是因为我有顺风耳，而是因为我们一直站在这片土地上，听得见百姓想要什么，国家想要什么。芷湾，我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什么了？准备好向全世界宣布，你属于我。3天后，阳光中心见。632米的世界第一高楼，今晚通体亮起了粉色的灯光。无数市民涌上街头，仰望这场盛世。这里聚集了全球最顶尖的人物。如果没有林总当年的500万美元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是啊，香港那一战，林生是定海神针。云海就在脚下，星空仿佛触手可及。
这晚，这座楼有128层，每一层都代表我对你的爱，步步高升，永不封顶。林峰，从火车上你挡在我面前的那一刻起，我就知道这辈子就是你了。大家闭上眼，千家万户的欢笑声，风吹过风铃的清脆声。芷婉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盛世的声音，这也是我给你打下的江山。太美了！余生，你愿意陪我一起走吗？我一直都在等这一刻。那么，让我来证明。龙腾微电子发布国产7纳米芯片，打破国外封锁，迈向自主可控新阶段。龙腾新能源汽车销量全球第一。爸爸，嘿嘿，你看我搭的积木。哟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通天塔，比爸爸的楼还高。你就惯着他吧。哥，那个叫智能手机的项目，咱们真要投吗？听说又要烧几百亿。大锤，下一个时代是移动互联网的时代。我们要永远快人一步。嘿嘿，反正俺听你的。这辈子跟对人了，值了。我曾是一个在黑暗中聆听裂缝的矿工，后来我听到了投资的点数，听到了资本的脉搏，听到了钢筋的威武，也听到了时代的风暴。很多人说我是神，其实我只是一个比别人都轻了一点的凡人。但我知道，只要这个国家还在奔跑，只要人们心里的火还在燃烧，这盛世的乐章就永远不